大家好，我們今天這期呢來看一下特朗普的命盤。首先強調一點啊，本期呢是純吐槽，沒有任何營養，不喜勿看，大家可以劃過去了。眾所周知啊，其實也沒有多少人知道，本人呢是川普的黑粉。所謂的黑粉呢，就是從他第一次競選開始啊，我就開始默契的關注他，深深的研究他，然後甚至呢還為他寫了大概前後總共3篇的幾千字的公眾號文章來去分析他的星盤，包括看他的性格特質啊，他的人格特質啊，他的婚姻啊、事業呀、財富啊，整個人生狀態啊，他這個人的人格底色呀，他為人處事的風格呀，這些呢我過去有寫文章好好的去研究，但是我知道現在大家都不太看文章了，對吧？尤其是这種很長的文章，大家都沒有耐心看，所以呢我這一次準備出了這個視頻，而且啊鑑於他最近做的這些狗血的事情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想吐槽他，實在忍不了了，所以想錄個視頻洩一下憤，真的是笑死我自己啊。看不懂我接下來的有些專業術語的呢，就可以跳過不看啊，你們就聽一些你們自認為比較重點或者比較有意思的內容就可以了。OK，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我本來想用中文版的星盤給大家看一下，但是呢，我後來發現中文版的誤差實在太大了，所以說我們這裡還是用的是海外的英文網站上面的特朗普的盤，這個盤相對來講是比較精準的。那我們首先整體來看一下，那麼第一點呢，特朗普他這個人性格裡面火星的能量是非常重的。我們看到他這顆火星在他上升點的附近啊，快靠近他的命宮，然後在12宮，而且呢，火星在獅子座，他上升也是在獅子座。那麼這個代表什麼呢？他火星能量很強，性格很冲，而且的話，這種衝更多的是一種非常明目張膽的一種外露外放的狀態。這個我們從他的整個執政生涯啊，無論是他年輕的時候，他拍電影對吧，做各種節目啊，以及到後來從政的整個經歷，他的整個性格都是非常張揚的。那麼這個呢，非常迎合了這個火星獅子座和上升獅子座的特質，因為獅子座特質重的人，他會有個特點，就是說我喜歡表現，我需要觀眾，我需要舞台，我需要大家把聚光燈、把目光都聚在我一個人身上啊。然後的話，他的言行舉止相對來講的話，會比較抓馬啊，會有一點戲劇化啊，有這種很有張力、很有表現力的這種狀態啊。這個的話就非常符合我們獅子座的象意。那麼火星呢，代表的是他的一個行動力啊，以及他做事情的一個內在的驅動力。那麼火星獅子它的內驅力更多的是什麼呢？更多的是我要去展現自我啊，我要去自我實現，我希望大家圍着我轉，我希望在人前去展現我的價值啊，我希望大家都聽我的，我希望在一個团隊，在一個大的集體裡面做一個主導性的一個角色。而且的話，這個火星它快合了這個上升點啊，上升點它是跟我們一個人的命宮相關的啊，命宮就是代表的是你這個人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核心的特質，以及你的一個人生的一個大的格局。那麼這樣的話就會更加加重他命格裡火星的特質。那麼火星重，另一方面也代表什麼呢？代表他容易跟人起衝突啊，在上升點附近，代表他跟外界打交道的时候，他容易跟別人起矛盾，而且去起矛盾了以後，他不在意，他不 care 啊，因為火獅子就是那種，我就是牛逼，對吧？我惹你我就惹你了，我得罪你我就得罪你了，我得罪你的那一刻，我就是為了得罪你而做這個事情的啊，我並不會說是去反悔啊，或者說是去之後再去給你道個歉吶什麼之類的，就是我做這個事情的目的非常明確啊，我像一個花孔雀一樣，我非常張揚的在你面前炫一遍啊，或者說是在你面前就是要戳到你的痛處，哎，然後他是不在意去收拾这些所謂的殘局的。而且的話，月亮射手會更加加重他這個不愛收拾殘局的特質，因為月亮射手，我們知道月亮代表一個人內心的舒適區啊，和他內心的情感需求。那麼月射手的人他是比較大刀闊斧的，他不喜歡細節的東西，他潛意識裡他更加喜歡暢想未來啊。月射手的人很多時候都是活在夢想、活在未來、活在自己的目標裡的，但是你讓他去真正細心的去落地當下的很多事情，他做不到，所以他這個人性格更加適合做領導，他做不了細節，很多時候呢，加上他火獅子的這種特質，就會更加做起事情來虎頭虎尾。然後在別人看來就是啊，我畫了一個大餅，對吧？我當初把這個理想說了多麼的高遠啊，我要帶着我們美國人民去到什麼什麼樣的方向啊，這是他月射手的一面啊，永遠都在暢想着這種理想啊，永遠都在活在未來，但是真要等他落地的時候啊，他就是像亂炒菜一樣胡炒一通啊，這種火獅子的能量，對吧？啊，看上去非常的戲劇化，看上去好像把這個場面上這個局裡面所有的人全部都攪了一遍啊，看上去非常的drama啊，
影響到了所有的人。但是在喧囂之後，在这個 party 結束之後，又剩下什麼呢？這些殘局啊，他的性格是收拾不了的啊，只能讓他團隊後面的人來收拾。而且我們看到他水星在巨蟹座啊，然後在11宮，水星代表一個人的溝通和思維方式。那麼水星在巨蟹這樣一個水象星座，就會導致他在對公眾以及對內他去溝通的時候，他在思維思考問題的時候，第一個他會比較護犢子啊，對吧？我們美國人民要怎麼樣啊？我要去保護我們的美國人民，对吧？然後包括他自己的一個家庭觀念，相對來講是比較重的啊，至少他對外宣揚的一面是這樣的，因為他金星也在巨蟹座，水星也在巨蟹座。但是的話，這也會讓他在溝通的時候，他更多的喜歡打感情牌啊。水星巨蟹、水星雙魚都是很喜歡打感情牌的，尤其是巨蟹座。水星巨蟹它的特質是什麼呢？他在說話去遊說別人的時候，他會以一種我們都是一家人啊，我們都是心連着心，血脈連着血脈啊，我們是一個大家園啊，所以我們要團結在一起啊，就這種打感情牌的方式，然後來去讓別人去按照他的想法來。而且金星也在巨蟹，就会讓他在去笼絡周圍的關係，或者說跟別人打交道的時候啊，他也會帶着一種有點像是跟家人相處的方式來去跟身邊人相處啊，就是什麼呢？就是拉近乎，对吧？我跟你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上的同事啊，但是我要表現出來的樣子是我們都是一家人啊，我們都是一個大的 family， 對吧？然後我們會互相照顧，會互相照應啊。他無論是在人際關係上，還是在表達上都是這樣的。但實際落地呢，因為他火星在獅子座，所以他做不到啊。而且他月射手，他實際內心真實的感受是，他只想做一些大刀闊斧的大事情，細節的話，很多時候他是處理不了的。而且的話，他太陽在雙子座，同時呢合向了這個天王星，就會讓他做事情，在很多比較偏傳統價值觀的人看來，就會比較的乖張，比較的劍走偏鋒啊。做事情別人猜不透他下一步棋是什麼，很多人呢就會覺得他這個人怎麼這麼的另類，對吧？這麼的跟別人不一樣。而且天王星他很多時候他是跟互聯網跟溝通相關的。水星也在11宮這麼樣一個非常公眾的位置啊，所以我們看到，對吧？他去 X 上開了一個自己的賬號啊，他是可以說是第一任在自媒體上這麼高調啊，就像把自媒體當朋友圈一樣，每天這樣去發的一個人，對吧？什麼大事小事都會在 X 上發事情吐槽。而且我們看到他的木星在2宮啊，2宮是我們正財的位置，代表他本身的話，他財運正財運非常好。但是呢，海王星也在2宮，就表示雖然他財運很好，但是很多時候涉及到跟金錢相關的一些決策的時候，他容易判斷不清，他容易出現一些問題。但是好在什麼呢？他2宮宮頭在處女座，也就是說，我們處女座是做事情非常精細的啊。他只要涉及到錢相關的問題，他會算得非常細，他會非常嚴謹啊。這也非常符合他這種像生意人一樣的這麼樣一種姿態，對吧？他用一種生意一樣的眼光去治國，但是實際遇到一些具體事情的判斷的時候，他很多時候運氣很好，但是呢，他容易判斷出現問題，他有的時候容易變得感性。雖然說感性它並不是一個問題，對吧？我們很多時候用直覺也能夠判斷得很準，但是海王星在2宮就會導致有的時候他所謂的直覺未必是準的，他對於很多事情的一個判斷，對吧？對於跟財富相關的一些決策的判斷未必是準的。那麼關於之前很多人的這個疑問啊，就是特朗普，對吧？他跟這個蘿莉島的關係深不深啊？或者說他對這種比較年輕的這種小孩會不會感興趣？從盤面來看不太像啊。為什麼呢？因為他金星在巨蟹座，而且合向了土星，這會導致什麼呢？金星巨蟹的人骨子裡是比較戀母的，他會比較喜歡那種大地系的那種比較母性的、比較有包容性的這種女性。而且金星巨蟹的人，他的審美對女性、對異性的審美更多的是那種乳房比較飽滿啊，然後這種屁股比較翹，就是整個就是那種雌性激素非常旺盛，然後非常符合這種傳統的這種非常豐腴、非常性感的這麼樣一種形象，他會更加喜歡這種形象。而且金星合了土星，土星它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壓抑，同時又比較成熟的位置，所以他容易喜歡淑女，他喜歡那種比較成熟的女性，他喜歡那種比較有擔當，然後比較務實啊，比較偏理性啊，或者說是比較穩重的性格的這麼樣的女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因為金星合了土星，所以很多時候他在親密關係裡面，在人際關係裡面，他內心是有壓抑感，是有障礙感的。一方面，因為金星巨蟹，他潛意識裡會有戀母的這一面，對吧？戀母的話，你更多的是喜歡姐姐型的啊，未必他會找這種比他年紀大的，但是他會比較喜歡這種偏成熟氣質、有母性的這種包容的、非常溫柔的這種感覺的女性，他會喜歡這種類型的。但是另一方面呢，金星合了土星就會導致，一方面他戀母，但是另一方面有的時候他又會有厭女的這種狀態。
哪怕他潛意識裡面沒有厭女，但是他很多時候跟異性相處的時候，他內心是會有這種障礙的感覺，會有這種壓力的感覺啊。他之前有說過，他說如果我晚上回到家，晚飯還沒有做好的話，我肯定是会要發飆的啊。然後這一點呢，一直被克林頓的陣營作為歧視女性的證據，然後拿來去攻擊他。而且呢，他之前也在公開場合裡面說過啊，他覺得不太希望自己的妻子啊，就是在事業上特別的強啊，因為他覺得這樣的話，女人就會喪失自己內在非常溫柔的這麼樣最有女性魅力的一面啊。所以他骨子裡，我們又回到了金星巨蟹，他骨子裡呢還是非常喜歡這種溫柔似水的女性啊。我們從他另一半的这種說話的氣質就能看出來，他老婆啊，無論私下是什麼樣，但是至少公開場合說話都是非常溫柔的，非常柔聲柔氣的狀態。同時呢，火星在12宮啊，12宮很多時候代表幕後黑暗看不到的一些方面啊。我們知道政治這種東西很多時候它是不透明的，那麼從占星的角度來講，從政的很多时候都跟12宮有關。那麼川普呢，他的火星在12宮，我們剛剛說了，火星代表一個人的行動模式啊，代表一個人的行為，他的言行。那麼也就是說，他的很多言行，他的很多真正的动作都是在看不到光的一些比较陰暗的暗箱操作的角落去做很多事情啊，無論他明面上是什麼樣的，对吧？水星在11宮，他說話是非常公開的啊，因為11宮是一個在公眾面前的位置，他在公眾面前說話是很敞亮的，但實際上他很多真實的行動都是在非常秘密的地方進行的。這個呢也合了我們火星在12宮的象意。OK， 那我們現在呢來簡單看一下特朗普總統在2026年的一個運勢大概是怎樣的。那麼首先呢，火星在6宮，6宮是勞碌宮的位置，而且呢是在金牛座，所以他今年的話，他會把很多的行動力、專注力放在錢上啊，放在一些務實的一些利益上。但是呢，因為在6宮，所以的話，他非常容易產生一些身心的操勞啊，然後容易因為工作上的一些細碎的一些瑣碎的無意義的小事情而去磨損自己的心神，磨損自己的身心健康。那麼第二個呢，他太陽在7宮啊，今年呢，他主要的關注點在合作領域啊，以及他自己的婚姻，包括月亮也在7宮，所以的話，他內在的安全感今年也來自於這兩個領域。然後同時呢，太陽是在雙子座的，所以他今年的重點一個是合作啊，另一個的話就是溝通交流啊。我們知道他無論是跟以色列啊，還是其他的一些團體集團啊，他現在是力求各種合作，拉攏各種關係來去達到他自己的目的。而呢，水星和金星以及木星都在8宮啊。我們知道8宮是一個偏財，是一個隱秘的位置。那麼這也對應了今年，對吧？有很多的一些陰謀啊，或者說是有很多的一些暗地的謀劃啊，真正的很多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它都在一些非常隱蔽的位置啊，都在一些非常隱蔽的角落，不為外人所知道啊。包括一些所謂人際關係啊，包括一些國際上的一些各種各樣的合作，各種各樣利益的鏈接啊。我們知道金星代表的是價值，代表的是人際關係啊，水星代表的是溝通。那麼無論是溝通層面，還是這種利益的這種耦合，他和各種各樣的一些利益集團打交道的時候，都是在一些比較暗地裡去進行的。而且在這一塊呢，他容易賺到偏財啊。我們知道戰爭財它也是偏財。木星在8宮啊，他在偏財這一塊今年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收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冥王星在2宮，也就是說他的正財會受到衝突。冥王星在正財的位置，而金星呢在偏財的位置，這兩個星體相衝了，並且合了木星，所以今年他在正財上其實是會有一些比較刻骨銘心的體驗啊，或者說會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動。但是偏財的運是非常好的。那麼另一方面呢，土星和海王星都在4宮，4宮呢代表的是他的家庭，土星代表的是壓力，而且是外部的一些強制性的壓力。所以今年對他個人的小家庭來講，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壓力的。而且海王星也在他家庭的位置，所以今年來講呢，他的家庭層面可能會有很多他自己顧及不到啊，或者說讓他自己判斷不太清晰的地方。那麼這些呢，可能都會影響到他對他家庭關係的處理。那麼另一方面呢，凱龍星在5宮，凱龍星很多時候代表的是我們靈魂深層的創傷啊，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課題。那麼5宮代表的是享樂，代表的是玩樂，代表的是孩子，同時呢也代表的是戀愛。那我們知道羅利島的事件啊，其實今年的話讓特朗普也是遭受到了一定的風波和輿論的壓力。那麼羅利島的關鍵詞也是跟享樂和娛樂啊，以及跟孩童相關的。
同時呢，今年它的下降點基本上是合了天王星啊，也是非常接近月亮的位置，所以今年它内心其實是波動非常大的，而且呢，很多时候它会非常的反叛，就是那種本能的我想掀翻桌子，對吧？我們今年無論是看國際上的各種形势，還是它跟各個國家的談判之間的合作關係，很多都開始鬧崩了，很多過往的一些協議啊，很多過往的一些國際上的團體啊，他都想退出，他都想掀翻桌子，他都想掀翻旧的体系。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话，它月亮基本上是合了天王星，而且在下降的位置啊，也就是说下降点它是跟我们的合作相關的。天王星它是一个非常反叛的一个叛逆的位置啊。天王星和月亮它是一种什么感覺呢？就是我潛意識裡面忍不住的，時不時的我就想掀翻桌子，時不時的我這個舊的合作關係我就想把它打破啊，我就想來個顛覆，我就想搞點新的名堂啊。這個呢是他潛意識裡面忍不住的一種衝動。那麼它的莉莉絲這顆星呢是在射手座的一宮，在命宮的位置啊，所以今年的話，他的個人內在的一些偏陰暗面的課題，他內在的慾望啊，會非常明顯的浮現在表面上啊，因為一宮它是在一個代表自我、代表個人自我實現的一個位置上，所以他今年容易因為內在的一些野心的膨脹而去做出一些在別人看來啊比較陰暗面的事情，對吧？無論是發動戰爭啊，還是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這個我們從莉莉絲是能看到的。莉莉絲代表一個人內在比較深層的一些比較陰暗面的慾望啊，一些所謂的不可控的議題。所以我們今年看到，對吧？特朗普他在公眾面前啊，是翻臉比翻書還快啊！上午說的話，下午就不算數了啊！而且的話是非常野心勃勃的，這一點的話，從莉莉絲在他命宮啊，也是能看到非常明顯的象意的。那麼另一方面呢，今年他其實是非常需要注意自己的人際關係，以及自己的一個神經系統、精神系統，以及他的呼吸道、肺部啊、口腔相關的一些方面的健康問題。同時呢，頭部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以及一些外傷啊，一些腰肌勞損啊，一些身心的磨損，情緒層面也容易出現一些巨大的波動啊。因為它月亮今年在雙子座，所以的話又快合了天王星，所以呢，它今年內在是一個非常陰晴不定的狀態。OK， 那麼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年對特朗普的解讀。大家感興趣的話呢，可以點一下關注。See you next time，我們下回再見，拜拜。感謝你的聆聽，如果你覺得從中獲得了啟發，歡迎點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的每次更新了。讓我們在下一個心靈的路口相遇。